好的，再次欢迎林鹤来到我们的 Puma 品牌档案中心。那这次我们的档案中心呢，是以不驯之城作为灵感，所以说大家呢在现场会发现有很多关于 Puma Cat 元素的一个重新演绎。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品牌在过往在无数的历史长河当中，为我们带来了一些经典的鞋履，如今也带来了全新的演绎。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档案中心当中，我们会看到的是关于未来、关于过去的一次完美的交互和折叠。那么此刻，我们也邀请林鹤来分享一下，在我们这个片场当中，在我们的整个档案中心里面自己的一些感受吧。我们先打声招呼。Hello， 我是张林鹤，很高兴在这儿见到大家。好的，欢迎我们的林鹤。怎么样？今天逛完我们的整个品牌档案中心，感觉如何？第一感觉就是很酷，因为我在档案中心里面看到了很多咱们品牌的 logo， 而且是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一些 logo。一个好的品牌一定是它有自己的底蕴，它每一个 logo、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产品本身自己的力量在，所以说它会持续发展到现在。而且在当下也会深受现在年轻人的喜欢。所以说，其实这份个性和与生俱来的魅力，是来自于我们非常厚重的普马的历史。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前往我们的这个品牌档案中心，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我们经典的鞋款，包括在现在有一些不一样的演绎。是。包括今天其实林鹤上脚这双 Roll Cat， 很舒服。是。而且它这个底我特别喜欢，它很薄，而且会有那种像抓地很好，而且有前后那种滚动的感觉。是的，就像踩在一个帆船上面的感觉一样。没错。所以其实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档案中心当中，会看到很多诸如此类的一些全新的演绎。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体验空间，大家可以去打卡拍照。那林鹤自己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哪一个区域？我印象深刻肯定是我的灵感片场。哎呀，首先这个名字就很不错，灵感片场，我的林字嘛。是。而且里面会有很多的像片场一样的装置，我感觉进去以后不像在一个档案馆里边，在我自己日常工作的地方。所以其实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到我们的灵感片场，好好的去打卡和拍摄。那刚刚其实我们始终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 Puma Cat，是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做我们品牌核心的 DNA 的存在。那林鹤自己要不要想想看，如果说 Puma Cat 它是一个真人，他是一个角色，你想象一下这个角色和这个真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在身上？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很自由、不受约束的一个人。如果说要角色的话，想到我自身演绎过的角色，我觉得更像肖丽。肖丽。对，《归来》里面的肖丽。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他在前期或者说在之前的人生当中，他会遇到很多别人给他的定义。他非常有勇气去撕开这些标签，去做真实的自己，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不断的去突破。我觉得如果说给他一个动物的形象，他会像一个美洲狮。美洲狮，对，就是美洲狮，有力量、自由、有速度感，是有了自己的目标会不断前进，不会因为其他的一些外在的声音而阻挡自己的脚步。哇，真好！就是我因为我提前有拿到这个脚本，就是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谁吗？谁？我觉得是蒋乔熙，因为我觉得他内心也有一个非常暗柔涌动的那一份勇气。古代的肖丽，现在的蒋乔熙。是。对，因为他就像Puma一样，也会有从古至今，对，也会有历史到现在相结合了。对，因为他在最后也在不断的找寻真正的自己。没错。所以其实我相信每个人，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都在扮演着自己领域里面的那一只 Puma Cat。对不对？那当然，自由、力量、敏锐、有速度感，这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分享的话题。那同样呢？有没有什么一个角色是你拍完之后你会觉得哇，这个角色身上的很多的情绪、他的力量或者是一些行为习惯，还会影响着真实的林鹤？有没有哪一个角色是这样？其实每个角色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我自己的行为习惯。但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蒋乔熙。因为他比较接近现代的我嘛。他的一些以前受到的不公，或者说以前被别人贴上的标签。以及以前的一些生活状态，我会比较有共情感一点。而且他那种撕开别人的标签，寻找到真正的自己的这种过程，也是我能感同身受的。而且他也很喜欢猫啊。
哎，是哎，对吧？他有一只在学校里面遇到的小野猫，对，所以也是有跟猫跟我们的 Puma Cat 也是有不解之缘，有共通点，共通点是的，就是在进入角色的时候，每个人相信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方法。那在拍戏的时候，林鹤你自己会更加注重于，比如说拍戏之前的准备，还是说在拍戏当下的那个，哎，不管了，就是尽情的去感受、去表演的这种状态？就是两个东西，你觉得你更依赖的是哪一个？我觉得都会有。拍戏肯定在现场的话，临场发挥会有很多，因为跟对手演员的碰撞都是不可预知的嘛。但是你刚刚说自己做好准备，但这也是必要的前提。我在现场去演绎一场戏，如果我前期没有做好对这个角色的认知，他的前史没有放在心里边，我是没办法去现场做好准确的临场发挥的。所以说，在我看来，其实是你得有足够的准备，对你所做的事儿有足够的认知，有足够的心理建设之后，你才会有非常合适的临场发挥。对，我相信在其他工作里面应该也是这样。你做主持人也是一样啊。对，你如果在前期不收集好那些土味情话，你在现场怎么够灵活运用的，对不对？灵活运用啊，确实，哎，我觉得合适这个词说的很好，就是有很多的临场发挥，你是需要有恰当的积淀。没错，没错。而且因为就是很多人其实提到林鹤，会觉得林鹤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临场发挥，如果过于理性的朋友在现场，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有特别强大的那种临场感，会有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不合时宜。比如说开的玩笑啊，或者说做的一些反应啊，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比如说我作为演员，可能在现场就呈现为戏不准确对手演员跟你的对手戏接不上，就会有这种状况。是，所以可能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底气可以让自己自由发挥，没错，就是所以其实一切是要做好准备，然后时刻做好准备，然后等待机遇的到来。是，这一刻其实也特别像就是我们品牌，比如说像我们的 Puma Cat， 它其实也是一只时刻做好准备、蓄势待发的美洲狮。没错，它的自由、它的力量都是因为它有底气。没错，而且它被这个动物界称为是这个跳高冠军，因为它的五官、它的各种各样的行为非常的敏锐。我觉得其实这一点也很像我们林鹤，就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汲取很多的养分，然后在角色里面大放异彩。明白。好，下一个问题。哎呀，好，这个好问题啊！从表演当中，因为就是因为表演它是一个作品嘛，是最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去评价。是，那有两个评价，你觉得哪一个会更激发你的胜负欲？一个评价是被低估，被低估，一个评价是被定型。确实很犀利啊，很犀利，哎呀。被低估和被定型，哪一个你觉得听完之后你会瞬间激发你的胜负欲？被定型吧，我觉得被定型会更加严重一点。被定型感觉是外界无形之中就给你套了一个枷锁，把你框在一个框框里边。你被低估，可能你还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证明我可能上限不止于此，但被定型就把你框死在里边，你没办法去做出努力了。所以我觉得我更不喜欢被别人定型。我之前也聊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大家都说你了解过你自己吗？我一直说我其实不是很了解我自己，因为我也在成长，我也在变化，可能去年的我跟今年的我就不一样了。我明年再去回答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跟我今年回答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我自己都在成长，自己都在探索自己的过程当中，外界对我的定义没办法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标签。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刚林鹤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不应该就是有很多外界给到的一些声音和评价去把自己束缚住。没错。我觉得其实这个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对。大家也可以找寻自己热爱的出口，然后去找寻自己热爱的源泉。对，要勇于突破自己，不被定义。突破自己，你看我们的 Puma Cat 一直在突破，就是从1948到现在，每一年每个阶段都会有新的东西呈现出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哎呦天哪，更加犀利了！还有更犀利的，我已经出汗了。因为其实林鹤在不断的挑战新的角色，然后也在不断的去拓展边界。比如说你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角色类型，然后还有纪录片等等等等。那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其实
最近几年有收到非常多的关注，然后喜爱，然后和机会。那你会不会就是也很想努力去成长，然后去跟这个关注和机会和喜爱去跟得上？你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比如说想法？关注多了，确实的外界对我的一些要求和标准也会变高。他们也会就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想法嘛，大家也会觉得哦，你现在应该去做这件事儿，你现在应该去突破自己，去干更多自己以前没有干过的事儿。我非常认同。人生就是要在于突破嘛，对，成长就必须要去突破自己以前的舒适圈。但是同时，我也会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我有些事儿没做好准备的，我不会去做。这种突破一定是要基于我对于自己的下一步有足够的自信，或者说足够的准备之后，我才会去做。难怪今天就是在我们林鹤的这个超宽的肩膀上看到的，左边是责任，右边是担当。哎呦我的妈呀！你这2句话说出来，做了不少准备吧？所以很多人会对林鹤还有另外一个评价，就是觉得你很稳。很稳当。所以这个稳字，你觉得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到的？因为一定会有很多想法、奇思妙想会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但是你要把它稳住，其实还是挺难的。跟我个性有关吧，就是像刚刚说的，如果自己没有，也不能说十足的把握，自己没有7、8成的把握，就不会去做。好像他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事儿。对，我还是在自己的可接受范围之内去踏出下一步。还是要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速度可以快，但是一定得有自己的节奏，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不能被别人的节奏所带着走。那既然说到了节奏，因为在当下，我相信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一直在变化。那我这边其实准备了一些我们不同的每周诗的形态。有蓄力，有胜利，专注，冷静，还有跳跃。这个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状态啊。所以林鹤，你觉得当下此时此刻？你觉得你目前的状态，你更接近于哪一个？我自己的状态是的，冷静和蓄力吧。冷静和蓄力吧。了解。冷静其实就是刚刚的上一个问题。遇到了很多的关注，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到我的耳朵里来。其实我得去分辨一些好的与坏的，对自己有益的和对自己无益的东西。保持时刻的冷静，认清自己，然后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蓄力，就是凡事都要做好准备，不能够去做一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儿。这样你才能够去在稳稳的踏出下一步的同时突破自己。太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发现我们在每一部作品当中都能够看到林鹤在不断的成长，也在不断的去探索和突破啊！当然，我们也期待未来林鹤带给我们更多，好不好？好的角色 ，OK，谢谢。好的，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玩一点轻松的吧，好不好？好。这个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一下道具，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其实有一些在这个，比如说像追剧团的活动啊，或者是一些首映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拼豆。我们以前就也不能说我年轻那会儿，我小时候那会儿，大家都是玩那个。十字绣啊，是绣过吗？我没有绣过，但我妈绣过。你没绣过吗？我没有啊。我们家那儿中间客厅现在摆的还是那个。那你小时候玩什么呀？小时候你不会织毛衣吧？叠星星有叠过吗？叠过啊，你看看，叠给谁了你？我一般都是收星星的那个人吧。没有了啊，来吧，试试看。OK。今天呢，不光是要有这个拼豆环节，我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快问快答，好不好？哦，我一边拼你一边。对呀。好。来，即使已经知道答案了，你还会亲自去验证一下？当然。回看自己演过的戏，会忍不住挑问题，是还是不是？会，每次都会。如果这个角色和自己反差越大，你就越想挑战。这不一定，这不是，还是要适合，是的，对吧？适合和喜欢。会拿自己的照片当手机的壁纸？那可肯定不会啊。遇到没有尝试过的运动，会想要上手？会。旅行的时候会临时改变原定的路线？不会。选鞋的时候会优先看它够不够轻，能不能上脚感更加灵活？当然。
相比厚重的脚感，会更加喜欢薄底鞋贴近地面的感觉。Of course，现在你会发现，就是薄底鞋，然后呢低帮鞋，你就更百搭，然后更舒服，真的是不一样的。穿 Puma 的鞋出门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找身上其他的单品和它搭成一套，必须全身 Puma。挑鞋的时候，如果好看的设计和舒服的脚感只能选一个，我选择相结合。相结合，那确实，咱们 Puma 都能够兼顾。当然。别人觉得这个衣服不适合你，但是你反而会更想试试。别人怎么觉得无所谓，看我自己觉得合不合适。运动的时候会给自己规定一个必须完成的数字。哎呦，会有小目标哦。就是会今天就到这边，一定要达到这个部分。没错。那我这边的快问快答已经全部问完了，我看看你那边偏怎么样。哇，我手有点抖，说实话，不知道为啥。这个其实真的还挺难的，就是需要你沉下来一直在做这个东西。没错。这好难，但是我觉得很治愈，这个过程，就是可以让自己专注到里边。没错，稍后林鹤呢这个休息的时候，对吧？然后你可以慢慢的把它拼齐。那我拼完了送给你。这样吧，我虽然很想要，但是今天我们品牌刚刚说了有个小彩蛋，送给大家。我们要把它藏到我们的那个 Puma 的品牌档案中心，就放到那个灵感片场里面。OK。然后大家去的时候，你可以在我们整个的那个片场里面去找它。行，就看大家能不能找到。做个标记哈，就是这儿缺了2个，就是我拼的。缺了2个，大家可以去灵感空间去找一找，它到底藏在哪儿。由屏幕前的各位小号他们补齐。OK。要不要给它起个名字？就是如果你要给这只 Puma Cat 起一只名字，你会起什么名字？刚刚挑了2个状态嘛，是蓄力还有冷静。那不就大家蓄力猫，冷静蓄力猫，冷静蓄力猫。行，来吧，定了。就这么定了啊！大家记得去到我们的灵感片场里面找寻这只冷静蓄力猫。OK， 还挺朗朗上口的，可以。好的，那我们的这个手作也完成了。当然呢，今天其实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这个 Puma 的品牌档案中心也非常感兴趣。其实除了我们的灵感片场之外呢，还有一个 Puma Girl 的区域，在那边很多女生也可以找寻到很多穿搭的灵感和不一样的这种解答方案，大家都可以去拍照，特别的出片。那最后要不要邀请一下屏幕前的各位，有我们的林鹤的朋友、粉丝朋友们，也有我们的 Puma 的粉丝朋友们，来呼吁一下大家，可以多多来到我们的 Puma 的品牌档案中心，好好逛逛。没错，大家如果平时周末啊，或者平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咱们的 Puma 品牌档案馆，寻找一下我藏在空间里面的这只冷静蓄力猫。对，然后也可以参观一下咱们品牌档案馆里面不同时代的 Puma logo。它都是展现了咱们 Puma 的品牌底蕴，而且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可以从我们的一件穿搭、一件时尚单品开始，来找寻属于自己的 Puma Cat。最后呢，还是可以呼吁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到我们的 Puma 的品牌档案中心，去找寻属于自己的精神内核。当然，也谢谢今天属于我们林鹤的这个访谈时间，也希望未来我们的林鹤可以事事顺心，一切顺利。那再次感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下次再见。